数十日的黑夜无眠，三位年轻人该聊的事情基本上都聊完了，甚至连王十三郎小时候尿床的事情都被范闲恶毒地挖掘了出来。于是乎三人只好睁着眼睛，听着帐外的风雪呼啸之声，就当是在欣赏一场音乐的盛会。不知道沉默了多久，范闲忽然开口说道：似这等风雪大，严寒地，当年那些人行到此间时，只怕已经死了大半，咱们三个还能硬扛着，也算是了不起了。与他对头而卧的海棠轻声说道：师尊大人乃开山秘庙第一人，比不得你知道方向，知道路线，自然要更加艰辛辛苦。不过后人总比前人强，你似乎知道的东西总是比我们多一些似的。不要羡慕我。范闲闭着眼睛开心地笑着说道：人生能去不一样的地方，经历不一样的事儿，本身就是一件极难得的享受。说得有理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你我三人不连诗夜话？日后史书有云，风雪侵袭之夜，成一巨诗如何云云，岂不妙哉？我来起个头，这正所谓一夜北风紧。没有下文。很明显海棠和王十三郎都不愿意纵容此人的酸腐之气发作，一片安静。范闲咳了两声，笑道：也太不给面子了。我们都是粗人，你要我们陪你连诗，是你不给我们面子。再说了，这句是《石头记》里那凤辣子写的。石头记都是我写的，谁敢说这句不是我写的？范闲厚颜无耻的声音在帐篷里响了起来，其余两人用沉默表达着不屑。范闲笑了笑，在昏暗的环境里睁着那双疲惫的眼，一面咳一面喘息着说道：什么都说完了，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也算足够了。不过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想做些什么呢？我想成为大宗师，然后像师尊一样保护东夷城的子民。王十三郎的答案永远是这样强悍而直接，自信而寻常。尿床的小屁孩是没有资格用这些王气十足的话语的。海棠那双明亮的眼眸看着顶头的帐篷，沉默片刻以后说道：自幼我在青山后山长大，后来去了上京城，开始在天下游历。我只是想将青山一脉发扬光大，庇护我大齐朝廷能够千秋万代，不为外敌所侵，境内子民安居乐业。他的声音忽然暗淡了下来。可是师父去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自己并不是一名齐人，而是一个胡人。我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，不过我想，如果大齐能够平平安安，这个天下能够平平安安，总是好的。果然不愧是两个老怪物教出来的关门弟子，随便一句话就是在以天下为念。范闲叹息道：其实在和你认识之前，关于什么好战争、坏和平之类的东西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因为五竹叔从来不会关心这些，所以我也不怎么关心。我只是想让自己好好的活下去。范闲的语气显得格外清淡。活得越生动，越鲜活越好。因为从我识世的第一天起，我便总感觉我周遭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梦，而这个梦总会有醒来的那一天。这种感觉令我很勤奋，很认真地去过每一天。我似乎就是想用这些细节的丰富来冲淡自己对于梦醒的恐惧。听着范闲悠悠的话语，海棠和王十三郎陷入了沉默之中。他们只是以为范闲在感叹自己离奇无比的身世和光怪陆离的生活，却无法知道范闲真正的感慨是什么。海棠安慰他说道：既然你不愿意从这梦中醒来，想必这梦中的内容一定是好的。范闲唇角微翘，笑了笑说道：那是自然，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这梦里美好的一切，我何至于自我流放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？我何必和皇帝老子争这一切？我何必要让自己伪装勇敢，冒充大义，入宫行刺？
却要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大清朝廷的稳定。这一切，重生后的一切，真的只是一场梦吗？帐篷里一片安静，海棠和王十三郎都睡着了，然而范闲依然没有入睡。他漠然地睁着眼睛，看着被隔绝在外的天空，听着帐篷外呼啸而过的风雪声，在心里不停地想着。在那个世界死了，在这个世界活过来的，童年那几年里，范闲怎么也无法摆脱那种随时梦醒的恐惧感。他害怕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他害怕自己只是处于一种虚幻的精神状态中，而自己只是一缕精神波动、数据流，或者是被催眠之后的木头人。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真正的死亡，而对于二世为人的范闲来说，他曾经真正恐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亡了。他担心一旦梦醒，自己便又将躺回病床之上，沉入真正的黑暗之中，再也看不到这美丽的一切：江山、湖海、花树、美人。他在儋州屋顶大喊收衣服，他在殿上作诗300首，这一切都基于某种放肆的情绪。奈何在这庆国的江山土地上生活了20多年，他哭过也笑过，他终于可以证明这一切不是梦了。虽然直到此时他依然不知道神庙是什么，但他可以肯定，这一切的一切是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周遭，而不是被某位冥冥中的神奇幻化出来的。因为这个世上的人是真实存在的，世上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，以及人性，以及悲喜。人世间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作假的。如果真有神能够完美地掌控这一切，就如上帝要有光，就如女娲要玩泥，就如盘古累了休息了，那去追究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离神庙越近，范闲便越来越摆脱不开这些问题，直到此时的夜里才渐渐想清楚。此行神庙或许是要问一个问题的答案，但其实他更关心的依然是世俗的、现实的，至少是自以为现实里的那些人们的生命悲喜。对于不可知、不可探究、不可接触、不可观察的事物，实际上这些事物便是不存在的。这是那个世界里物理课上曾经讲述过的内容，范闲一直记得很清楚。他今夜忽然觉得可以把这个物理学上的定义放到命运2个字上。没有人能够改变命运，但他可以选择不接受自己的命运，或者无视这种命运。范闲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爱或恨这个世上的人或事，这个世界肯定是真实的，真实到刻骨的那种，他坚信这一点。一夜未曾安眠，体内真气涣散，天地间的元气虽然随着呼吸在弥补着他的缺失，然而速度仍然提升得不够快。外寒入侵，心神不宁，范闲终于病了。